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结婚3年，妻子白雨飞越来越看不起我。今天我下班回家，听到卧室里传来不该有的声音。她还不知道，那个被她嫌弃的窝囊丈夫，其实是坐拥千亿资产的江氏集团真正掌控者。既然他要玩，那我就陪他玩到底。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下班时间，我照常骑着那辆二手电动车回家，天空飘着小雨，我没有打伞，任由雨水打在脸上。3年了，白雨飞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差，从最初的甜蜜恩爱，到现在的冷眼相对，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推开家门，客厅里一片安静。我换了鞋，习惯性地朝卧室看去，门紧紧关着，里面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雨飞，我喊了一声，声音突然停了。片刻后，白雨飞的声音从里面传来：江城，你回来了啊，我在试衣服呢，你先去洗澡吧。试衣服。我走进卧室门，轻轻贴着门板听，里面传来一个男人压低的声音：他回来了，我怎么办？白雨飞轻笑：急什么？他就是个窝囊废，不敢进来的。可是万一什么？白雨飞的声音带着不屑：他江城算个什么东西？每个月就那点工资，还想管我？我靠在门框上，听着里面传来的对话，心中涌起一股怒火。3年来，我一直装作普通的上班族，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本以为可以体验到平凡夫妻的幸福，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这样的背叛。雨飞，你确定他不会怀疑？那个男人又问。怀疑什么？白雨飞笑道：我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典型的软柿子。要不是看他老实，我才不会嫁给他呢。那你为什么不离婚？离婚？白雨飞的语气变得尖锐。离了婚，我住哪里？这房子的月供还得他还呢。等过段时间，我找到更好的，自然会甩了他。我握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原来，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可以随意利用的工具人。我转身走向厨房，故意弄出一些声响。过了10几分钟，卧室门开了，白雨飞走出来，脸上挂着虚假的笑容。老公，你在做饭啊？我头也不回。你饿了吧？还是老公好。他从身后抱住我。对了，明天晚上我要和同事聚餐，可能会晚点回来。同事聚餐？我转过身，看着他精心画过的妆容。哪个同事？就是我们部门新来的那个男同事，赵少轩。白雨飞眼中闪过一丝慌张，但很快恢复正常。他请客，说要感谢大家的照顾。赵少轩，这个名字我记住了。好，你去吧。我点点头。注意安全。白雨飞松了口气。老公真好。那我先去洗澡了。看着他走向浴室的背影，我拿出手机发了条信息：查一个人，赵少轩，在华泰广告公司工作。很快回复来了：是江总。吃晚饭的时候，白雨飞一直在玩手机，时不时的笑出声。谁发的消息？我随口问道。公司群里的消息，同事们在讨论明天聚餐的事情。他头也不抬的回答。我夹了块肉放进嘴里，慢慢咀嚼。手机震动了一下，我看了眼消息：江总，赵少轩，27岁，华泰广告公司策划部，家里开了几家小公司，有点钱，但算不上富二代。目前单身，有过多次恋爱经历，喜欢泡已婚女性。有意思。我抬头看向白雨飞。雨飞，那个赵少轩是什么样的人？还行吧，挺有才华的，也很幽默。白雨飞回答得很快。怎么了？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晚上
白宇飞早早就睡了。我坐在客厅里，打开电脑，登录了江氏集团的内部系统。作为江氏集团的隐秘继承人，我拥有这个商业帝国80%的股份。3年前，我选择低调行事，将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自己则在一家小公司上班，体验普通人的生活。本以为可以找到真爱，没想到却是一场笑话。我调出华泰广告公司的资料，这家公司规模不大，但在行业内有一定知名度。有趣的是，他们现在正在寻求大客户合作，资金链有些紧张。我嘴角上扬，敲击键盘发出指令，游戏要开始了。第二天一早，白宇飞起得比平时早，他在镜子前仔细化妆，换了3套衣服才满意。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吗？我故意问道。没有啊，就是想打扮的职业一点。他对着镜子整理头发。对了，晚上那个聚餐，我可能要很晚才回来，需要我去接你吗？不用不用，赵少轩说他有车，会送我回来的。我点点头。那你小心点。白宇飞走后，我也出门上班。路上，我给助手小北发了条信息：今天晚上，华泰广告公司楼下的那家西餐厅，7点。收到，江总。到了公司，我照常坐在自己的小格子间里，处理着那些简单的工作。同事们都觉得我是个老实人，工作认真，从不抱怨。如果他们知道眼前这个默默无闻的江城，其实是他们仰望都够不着的江氏集团掌控者，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下午时分，我收到了小北发来的照片。照片里，白宇飞和一个年轻男子坐在咖啡厅里，两人靠得很近，男子的手正放在白宇飞的手上。赵少轩长得还算英俊，穿着名牌，看起来确实有几分魅力。不过他不知道的是，今天下午江氏集团的投资部门已经开始调查华泰广告公司的财务状况。晚上7点，我准时出现在华泰广告公司楼下的西餐厅门口。这是一家装修精致的法式餐厅，消费水平不低。我选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点了杯咖啡，静静等待。8点左右，白宇飞和赵少轩走进了餐厅，他们被安排在靠窗的位置，距离我不远。这家餐厅的环境真不错。白宇飞环顾四周，眼中满是兴奋。喜欢就好。赵少轩绅士地为他拉开椅子。以后我经常带你来，这里一顿饭得好几千吧？白宇飞小声问道。钱不是问题。赵少轩摆摆手，对我来说，能让你开心，花多少钱都值得。白宇飞眼中闪烁着光芒。少轩，你真好，不像我家那个抠门的要死，结婚3年，从来没带我来过这种地方。那个江城啊，赵少轩不屑地摇摇头，一个月才几千块工资，能带你去哪里？是啊，我当初真是瞎了眼。白宇飞叹气道，要是早遇到你就好了，现在遇到也不晚。赵少轩握住他的手，宇飞，我是认真的，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可是我已经结婚了。白宇飞装出为难的样子。那又怎样？赵少轩眼中闪过一丝冷意，像江城那种窝囊废，根本配不上你。你跟着我，我保证让你过上好日子。我在角落里静静听着，手指轻敲桌面。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小北发来的消息。江总，华泰广告公司的情况查清了，他们欠银行贷款800万，如果3个月内还不上，公司就要破产。赵少轩家的那几个小公司也都负债累累，现在全靠华泰广告公司的工资维持生活。我看着信息，嘴角微微上扬。一个快破产的穷光蛋，
竟然在我妻子面前装富二代，有意思。少轩，你家是做什么生意的？白宇飞好奇地问道。建材生意，还有一些投资。赵少轩含糊地回答，反正不愁钱花就是了。那你一个月收入有多少？这个，赵少轩停顿了一下，不好说，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但肯定比你老公强多了。我拿出手机，给小北发了条信息，明天开始停止与华泰广告公司的所有合作意向。几分钟后，赵少轩的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脸色逐渐变得难看。什么？江氏集团突然取消合作？为什么？他压低声音说道，这个项目对我们很重要，你再联系一下。白宇飞疑惑地看着他，怎么了？没事，工作上的小问题。赵少轩勉强挤出笑容，不影响我们约会，但我能看出来他已经没有了刚才的轻松。晚饭结束后，赵少轩开着一辆宝马送白宇飞回家，我提前回到家，装作在看电视。11点左右，白宇飞回来了，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红晕。聚餐怎么样？我问道。还不错，大家都很开心。他敷衍地回答，然后直接去了卧室。我关掉电视，也回到卧室。白宇飞已经在洗澡了，他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我走过去，看到屏幕上有一条未读消息，发送人显示的是轩哥。我点开看了一眼，宇飞，今晚很开心，明天我带你去看电影，然后去我朋友的别墅。我将手机放回原位，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明天游戏继续。周末，白宇飞又找了新的理由出门。我和闺蜜去逛街，可能要晚点回来。她换上了一条新买的裙子，画着精致的妆容。好的，路上小心。我头也不抬地回答。她走后，我拿出另一部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江总，小北的声音传来，今天白宇飞会和赵少轩去看电影，然后去城东的那个山景别墅，你安排人过去，给我拍点照片。明白。对了，华泰广告公司那边有什么反应？他们已经开始着急了，到处托关系，想要联系江氏集团。赵少轩这2天情绪很不好，在公司发了几次脾气。很好，我满意地点头，继续观察。下午，我故意去了一趟商场，这是白宇飞经常和赵少轩约会的地方。果然，在电影院门口，我看到了他们2个。白宇飞挽着赵少轩的胳膊，笑得很开心。赵少轩虽然脸上也带着笑容，但我能看出他眼中的焦虑。少轩，你今天怎么了？总感觉你心不在焉的。白宇飞察觉到了异常。没事，可能是工作压力有点大。赵少轩勉强笑道。是因为那个江氏集团的合作吗？白宇飞关心地问道。赵少轩点头，那个项目对公司很重要，如果拿不下来，我们今年的业绩就危险了。江氏集团，白宇飞皱眉思考。好像是个很大的公司。何止是大，那是咱们市最大的企业集团。赵少轩叹气道，可惜我们这种小公司，人家根本看不上。我在远处听着，差点笑出声。如果赵少轩知道，那个他求着合作的江氏集团老板，就是他看不起的江城，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电影结束后，他们去了城东的山景别墅，我没有跟过去，而是回了家，等待小北的消息。晚上8点，小北发来了照片，照片里，白宇飞和赵少轩在别墅的花园里散步，两人举止亲密，还有几张是他们在别墅里拥抱的照片。看着这些照片，我内心毫无波澜。3年的婚姻，在这一刻已经彻底结束了，剩下的只是如何收网的问题。晚上11点，
白羽飞回到家，她的头发有些凌乱，衣服也有褶皱痕迹。今天玩得开心吗？我装作不在意地问道。还行，就是逛街有点累。她避开我的目光，直接去了浴室。我拿起她的手机，输入密码，密码是她的生日，3年来从未改过。打开微信，我看到了她和赵少轩的聊天记录。最新的一条消息是赵少轩发的：雨飞，今天太美好了，我爱你。白雨飞回复：我也是，但是我们要小心一点，不能让江城发现。放心，他那种窝囊废，就算发现了也不敢怎样。话不能这么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好的，听你的。对了，明天我要去见一个朋友，看看能不能联系上江氏集团的人。加油，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我看完聊天记录，将手机放回原位。明天是时候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惊喜了。第二天一早，我给小北打了电话，安排一下下午3点，华泰广告公司的会议室，我要见他们的老板。是，江总，您是要以什么身份？江氏集团投资部的高级顾问。明白。下午，我换上了一套价值不菲的西装，戴上了平时藏着的百达翡丽手表，照镜子看了看，完全变了个人。3年来，我一直穿着便宜的衣服，刻意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现在是时候让某些人看看真正的江城了。华泰广告公司位于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我和小北一起走进公司大门时，前台小姐被我们的气势镇住了。请问您是？她小心翼翼地问道。江氏集团投资部，我们和贵公司有个会议。小北递上名片，前台小姐瞪大眼睛，赶紧站起身来。江先生，你好，我马上通知我们老板。几分钟后，华泰广告公司的老板陈总匆匆赶来，身后跟着几个高管，其中就包括赵少轩。看到我的那一刻，赵少轩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但很快就被兴奋替代。在他看来，我只是江氏集团的一个代表，而且长得有点像他认识的某个人。江先生，欢迎欢迎！陈总热情地握住我的手，您能亲自来我们公司，真是太荣幸了。客气了，我淡淡回应。我们对华泰广告的业务很感兴趣，想深入了解一下。会议开始后，陈总详细介绍了公司的情况。赵少轩坐在旁边，不时地看向我，眼中满是兴奋。江先生，我叫赵少轩，是公司的策划总监。他主动向我自我介绍，如果江氏集团愿意合作，我保证给出最优秀的方案。我点点头，赵总监很年轻，很有朝气。谢谢江先生夸奖。赵少轩激动不已。会议结束后，陈总小心地问道：江先生，您看我们公司，我需要回去和领导汇报。我起身准备离开，如果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们的。好的好的，江先生慢走。走出华泰广告公司，小北忍不住问道：江总，您这是想？我看了看时间，嘴角微微上扬，通知他们，明天下午江氏集团总部正式会谈。是，今晚应该有人要失眠了。当天晚上，白雨飞显得格外兴奋，他一进门就抱住了我。老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我装作好奇的样子。少轩今天见到了江氏集团的人，那个人对他们公司很满意，明天就要正式谈合作了。他兴奋的脸颊红润。少轩说，如果这个项目谈成了，他就要升职加薪了，是吗？那挺好的。我淡淡回应，不是挺好，是非常好。白雨飞在客厅里转圈。你知道江氏集团有多大吗？那可是我们是最大的企业，
如果邵轩能攀上这层关系，他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邵轩，我看着他，你和那个同事关系很好，就是普通同事关系。白宇飞慌张地解释，我是替同事高兴吗？哦，我点点头，没有继续追问，但我能看出来，他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什么了。晚饭时，白宇飞频繁地看手机，时不时地笑出声。谁发的消息？我问道。公司群里的消息，大家都在讨论江氏集团的事情。他头也不抬地回答。我夹了口菜，慢慢咀嚼着。其实我很好奇，当白宇飞知道真相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那个他看不起的窝囊丈夫，竟然是他和情人梦寐以求的合作伙伴的真正主人，想想就很有趣。第二天下午，江氏集团总部大厦，我提前到了会议室，等待华泰广告公司的人到来。3点整，陈总带着几个人走进会议室。赵少轩穿着他最好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精神饱满。江先生，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又见面了，赵总监。我微微点头。会议正式开始后，陈总拿出了精心准备的方案。江先生，这是我们为江氏集团特别制定的广告投放计划。我翻看着方案，不时地点头。其实方案做得还不错，只是对现在的我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了。方案很好，我合上文件夹。不过，我有个问题想问赵总监。赵少轩立刻坐直身体。江先生，请说。我听说赵总监在感情生活上很丰富。我看着他的眼睛。赵少轩愣了一下，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江先生，我们江氏集团选择合作伙伴，不仅看重业务能力，更看重人品。我继续说道，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忠诚都做不到，又怎么能保证对合作伙伴的忠诚？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赵少轩，他的脸色变得苍白，额头开始冒汗。江先生，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拿出手机，调出小北昨天拍的照片。这是什么？我将手机推到他面前。照片里，他和白宇飞拥抱在一起的画面清晰可见。赵少轩看到照片，整个人如遭雷击。这是一个已婚女性和她的情人。我冷冷说道。赵总监，你觉得我们江氏集团会和这样的人合作吗？陈总看到照片，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少轩，这是怎么回事？赵少轩张嘴想要解释，但却什么都说不出来。我站起身来，会议到此结束。江氏集团不会和品行有问题的公司合作。江先生，这个项目对我们真的很重要。陈总急忙站起来，这只是少轩的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我已经决定了。我头也不回地走向门口。另外，我建议陈总好好管理一下公司的员工。走出会议室，我听到身后传来陈总的怒吼声。赵少轩，你给我一个解释。陈总，我可以解释。解释什么？你知道这个项目对公司有多重要吗？你知道你的行为给公司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吗？我没有继续听下去，和小北一起离开了江氏集团大厦。江总，接下来怎么办？小北问道。通知财务部收购华泰广告公司的债权。我看了看时间，今晚应该有人睡不着觉了。果然，当天晚上白宇飞很晚才回家，他一进门就扑到我怀里大哭。老公，怎么办啊？他哭得梨花带雨。少轩被公司开除了。为什么？我装作惊讶的样子。不知道，他说是得罪了江氏集团的人，公司损失了一个大客户，老板很生气，就把他开除了。白宇飞哭得更厉害了，
她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怎么办啊？看着她为别的男人哭泣，我心中毫无波澜。既然她被开除了，那就让她找新工作呗。我淡淡说道，又不是世界末日。可是白雨飞想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我知道他想说什么，赵少轩失业了，就意味着他没有了经济来源，也就没有能力继续维持之前的生活方式。对于白雨飞这种贪慕虚荣的女人来说，一个失业的男人是没有吸引力的。早点睡吧，我拍拍他的肩膀，明天还要上班呢。白雨飞点点头，但我能看出来，他心事重重。躺在床上，我拿出手机，看到小北发来的消息：江总，华泰广告公司的债权已经收购完成。另外，赵少轩家的那几个小公司也都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了。我回复：很好，明天开始执行第2阶段计划。是，游戏才刚刚开始。第2天一早，白雨飞起得很早，但整个人看起来无精打采。昨晚没睡好，我关心地问道。有点失眠。他勉强笑了笑，可能是为同事的事情担心。那个赵少轩？白雨飞点点头。他昨晚给我打电话，说他可能要回老家了，在这里找工作太难了，尤其是得罪了江氏集团之后，也许这样对他更好。我一边吃早餐一边说道，有时候换个环境会有新的机会。白雨飞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我装作没看见，继续吃着早餐。到了公司，我照常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工作。中午休息时间，我收到了小北的电话。江总，赵少轩正在到处借钱，看起来很着急。他的几个小公司怎么样了？都已经停业了，银行那边也开始催债，他现在压力很大。很好，我满意的说道，继续观察。下午，我故意路过华泰广告公司楼下的咖啡厅，果然，白雨飞和赵少轩坐在角落里。赵少轩看起来很憔悴，2天没刮胡子，衣服也有些皱。雨飞，我现在真的很困难，他低声说道。公司没了，家里的生意也出了问题。这怎么可能？白雨飞皱眉。你不是说你家生意做得很大吗？哎，赵少轩叹了口气。其实我之前有些夸大了，家里的生意本来就不好做，现在又遇到这种事情。白雨飞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我在想，要不要回老家重新开始？赵少轩看着他，雨飞，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白雨飞沉默了很久。少轩，我知道这样要求你不公平。赵少轩握住他的手，但是我真的很爱你，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在老家结婚，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可是我现在还没离婚。那你就离婚啊！赵少轩情绪激动起来。你不是说你不爱江城吗？你不是说想要自由吗？白雨飞被他的话吓了一跳，连忙安抚他。你冷静一点，这种事情急不得，急不得。赵少轩冷笑，雨飞，你是不是嫌我现在没钱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是这个意思。赵少轩站起来，声音有些大。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你们女人都一样，见钱眼开。咖啡厅里的其他客人都朝他们看过来。白雨飞脸红了，小声说道，你坐下，大家都在看，看就看。赵少轩更加激动，我就要让大家看看你白雨飞是什么样的女人。我在远处看着这一幕，觉得很有趣。贫贱夫妻百事哀，当爱情遇到现实的时候，往往就会露出真面目。最终，白雨飞匆匆离开了咖啡厅，留下赵少轩一个人坐在那里。晚上，白雨飞回到家，情绪低落。今天怎么了？我问道。没什么，工作上的事情。他随口回答。
然后直接回了卧室。我跟过去，看到他坐在床边发呆，是不是那个赵少轩的事情？我试探性地问道。白宇飞抬头看了我一眼，眼中闪过一丝惊慌。你怎么知道？我听你之前说过，他被公司开除了。我坐在他旁边，这种事情确实让人同情。是啊，白宇飞叹了口气，他现在很困难，可能要离开这个城市了。那也挺好的，换个环境重新开始。我淡淡说道，有时候离开是最好的选择。白宇飞看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沉默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考虑要不要和赵少轩一起离开。但是，一个失业的男人，一个没有经济实力的男人，对他来说还有吸引力吗？答案很明显。第二天晚上，白宇飞主动跟我说话了。老公，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好像有些问题。他坐在沙发上，表情严肃。什么问题？我放下手中的报纸。就是他组织着语言。我们结婚3年了，感情好像越来越淡了。你觉得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平淡了。白宇飞说道。你每天上班下班，我也是，没有什么激情了。我点点头。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我想，他停顿了一下。我想，我们应该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来了，我知道他会这么说。分开？我看着他，你是想离婚吗？不是离婚，就是分居一段时间。白宇飞急忙解释，也许分开后，我们会更珍惜彼此。我沉默了很久，然后点点头。好，如果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的话。白宇飞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没想到我会这么轻易同意。那我明天就搬到闺蜜那里住一段时间。好的，我淡淡回应。需要我帮你收拾东西吗？不用，我自己来就行。当天晚上，白宇飞开始收拾东西。他拿走了大部分的衣服和化妆品，还有一些首饰。临走前，他站在门口，似乎有些不舍。江城，他轻声叫我。他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没什么，我走了。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我嘴角微微上扬。分居，他以为这样就能摆脱我，和赵少轩重新开始，太天真了。真正的游戏现在才要开始。白宇飞搬走后，我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3年来第一次，这个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背叛，没有谎言，没有虚假的笑容。我坐在沙发上，拿出手机给小北发消息。进入第3阶段，收到，江总。很快，小北发来了详细报告。华泰广告公司已经正式破产，陈总正在和律师商讨后续事宜。赵少轩的个人债务也到了偿还期限，银行已经开始法律程序。另外，白宇飞确实住在她闺蜜张静那里。我看完报告，打开电脑，登录江氏集团的内部系统，是时候让某些人知道真相了。第二天上午，我请了假，开着一辆低调的黑色奔驰来到城东的一个高档小区。这里是张静的家，也是白宇飞现在的临时住所。我在楼下等了一会儿，就看到白宇飞和张静一起出来，两人有说有笑，看起来白宇飞的心情不错。宇飞，我觉得你这样做是对的，张静说道。江城那种男人确实配不上你，可是分居后，我还是有些不习惯。白宇飞叹气道，毕竟3年了，习惯什么？习惯他的窝囊。张静不屑地说道，你看看人家赵少轩，虽然现在遇到了点困难，但至少有上进心。但是他现在怎么了？男人嘛，总会有起起落落。张静安慰道，只要你们相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我在车里听着他们的对话，觉得很有意思。
张静显然不知道赵少轩的真实情况，还在鼓励白宇飞和他在一起。如果他知道赵少轩已经负债累累，马上就要被法院执行强制措施，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说。下午，我来到华泰广告公司楼下，这里已经贴上了法院的封条，公司正式破产了。我看到陈总在楼下和几个人交谈，看起来很焦急。陈总，我走上前去。江先生，陈总看到我，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您怎么来了？听说华泰广告破产了，我想了解一下情况。陈总苦笑，都是赵少轩那个混蛋害的，如果不是他得罪了江氏集团，我们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现在他人呢？不知道，自从被开除后就没见过他。陈总摇摇头，听说他家里的生意也出了问题，可能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我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其实赵少轩还在城里，只是躲起来了。根据小北的调查，他现在住在城郊的一个破旧出租屋里，每天为钱发愁。更有意思的是，他已经2天没有联系白宇飞了。一个走投无路的男人，还有什么资格谈恋爱？晚上，我收到了小北的最新消息：江总，银行已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赵少轩的所有资产都将被冻结。另外，白宇飞似乎察觉到了异常，今天去了赵少轩的住处。我看了看时间，晚上8点，发个定位给我。是。20分钟后，我来到城郊的一个破旧小区，这里的环境很差，到处都是垃圾，路灯也坏了几个。我找到小北发来的地址，是一栋老式居民楼的3楼。通过窗户，我可以看到里面亮着微弱的灯光。白宇飞和赵少轩正在屋里说话，但隔得太远，听不清具体内容。我拿出手机，给小北发了条消息，安排人在楼下安装监听设备。收到。半小时后，我的耳机里传来了他们的对话声。少轩，你怎么住在这种地方？白宇飞的声音带着嫌弃。我现在没钱了，只能住这里。赵少轩的声音很疲惫。宇飞，你来看我，我真的很高兴。你这2天为什么不联系我？赵少轩停顿了一下，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的家里不是有生意吗？哎，赵少轩长叹一口气。宇飞，我要坦白一件事，我之前骗了你。骗了我什么？我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大生意，那几个小公司也都是欠债经营。赵少轩的声音带着羞愧。我只是想在你面前表现得好一些。我听到这里，嘴角微微上扬，终于开始说实话了。那你之前说的那些，白宇飞的声音变得尖锐，都是假的。赵少轩痛苦地说道，我就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除了那点工资，什么都没有，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沉默，很长时间的沉默。宇飞，你说话啊。赵少轩小心翼翼地说道。白宇飞的声音有些颤抖，我需要时间消化一下。你不会因为这个就离开我吧？赵少轩着急地问道。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我知道。白宇飞的声音越来越小，但是你为什么要骗我？我怕你看不起我。那你觉得现在这样，我就不会看不起你了吗？白宇飞突然爆发。赵少轩，你知道我为了你放弃了什么吗？宇飞，我为了你和我老公分居，我以为你真的有能力给我想要的生活。白宇飞的声音带着哭腔。结果你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我在楼下听着，心情复杂。一方面，我为白宇飞的遭遇感到痛快；另一方面，我也为他的价值观感到悲哀。在他心里，男人的价值就是用钱来衡量的。
宇飞，你听我解释。赵少轩的声音带着哭腔。不用解释了。白宇飞的声音变得冰冷。我们之间结束了。宇飞，你不能这样。为什么不能？白宇飞冷笑。你能骗我？我为什么不能甩你？接下来是一阵争吵声，然后是门被重重关上的声音。几分钟后，我看到白宇飞从楼里走出来，他的眼睛红红的，显然哭过。我没有跟上去，而是继续在楼下等着。又过了10几分钟，赵少轩也走了出来，他看起来很绝望，整个人都失魂落魄的。我跟着他，看着他走向河边。难道他想不开？我连忙给小北打电话，派人去河边，别让他做傻事。是，江总。不过赵少轩只是在河边坐了一会儿，然后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我收到了小北的消息，江总，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已经送达，赵少轩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名下的唯一资产一辆旧车也被查封。白宇飞那边呢？回到张静家后，哭了一夜，今天一早就开始收拾东西，看起来是要搬回去了。我看了看时间，上午10点，差不多是时候回家了。中午时分，我回到家里，白宇飞正在收拾东西，看到我进门，他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你回来了？他的声音有些哑，显然哭过。我点点头。收拾东西呢？我想回家。他低着头，不敢看我的眼睛。分居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吗？我明知故问。白宇飞沉默了很久，才开口说道：江城，对不起。道歉什么？他抬起头看着我，眼中满是泪水。我有些事情要坦白。我走到沙发前坐下，等待着他的坦白。我在外面有了别的男人。白宇飞说出这句话后，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仿佛卸下了重担。是那个赵少轩？白宇飞惊讶地看着我。你知道，我又不傻。我淡淡说道。你的变化我都看在眼里，那你为什么不说？说什么？说你背叛了我。我冷笑。有意义吗？白宇飞被我的话刺痛了，眼泪又流了下来。江城，我知道我错了。他哭着说道。我现在才明白，你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现在明白了。我看着他。那你之前为什么要选择他？因为我以为。白宇飞咬着嘴唇。我以为他能给我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我重复着他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更好？有钱，有地位，可以住大房子，开好车。白宇飞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小。那现在呢？他给了你想要的生活吗？白宇飞摇摇头，哭得更厉害了。他骗了我，他根本没有钱，那些公司都是假的。现在他连工作都没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我没有说话，静静看着他哭泣。江城，我真的知道错了。白宇飞突然跪了下来。你能原谅我吗？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看着跪在地上的白宇飞，我心中毫无波澜。3年的婚姻，在他选择背叛的那一刻，就已经彻底结束了。白宇飞，我叫着他的全名。你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吗？销售啊。他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还有呢？还有什么？我拿出手机，打开江氏集团的官网，翻到董事长介绍页面。你看看这个。我将手机递给他。白宇飞接过手机，看到屏幕上的照片后，整个人都愣住了。照片上的人正是我。这是什么意思？他颤抖着问道。江氏集团董事长江城，我淡淡说道。这就是我的真实身份。白宇飞瞪大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江氏集团的董事长？为什么不可能？我反问道。因为我平时穿得很朴素，因为我骑电动车上班。但是
但是白羽飞语无伦次，如果你是江氏集团的董事长，为什么要去那家小公司上班，体验生活？我简单解释，我想看看，作为一个普通人，能不能找到真爱。那你的那些同事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打断他的话，除了我的助手，没有人知道。白羽飞呆呆地看着手机屏幕，半天说不出话来。现在你知道了。我站起身来，那个让你和情人梦寐以求的江氏集团，就是我的公司江城。白羽飞的声音颤抖着，你是说，当时拒绝赵少轩的人就是你？没错。我点点头。我看到了你们的照片，看到了你们的聊天记录，听到了你们的对话。白羽飞的脸色变得苍白如纸。那华泰广告公司的破产也是我安排的，我没有隐瞒，包括赵少轩家那几个小公司的倒闭，包括他现在的债务危机，都是我的手笔。白羽飞浑身颤抖，仿佛遭到了雷击。为什么？他艰难地开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背叛是有代价的。我看着他的眼睛，你以为背叛了我，就能和别的男人过上好日子？太天真了，江城，我错了。白羽飞哭着说道，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原谅？我冷笑。白羽飞，你觉得背叛是可以被原谅的吗？而且你的道歉是真心的吗？我继续说道，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销售员，你会回来向我道歉吗？白羽飞被我问住了，说不出话来。你不会的，我替他回答。你之所以回来，是因为赵少轩让你失望了。你之所以道歉，是因为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不是的，我是真心。够了，我打断他的话。白羽飞，我们离婚吧。不要。白羽飞慌张地抓住我的衣角。江城，我们不要离婚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会背叛你了，我会好好爱你的。我冷冷看着他，现在知道要好好爱我了。晚了，江城，求你了。白羽飞跪在地上不肯起来，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没有理会他的哀求，拿出手机给律师打电话。王律师，准备离婚协议书。江总，什么时候需要？明天。挂断电话，我看向还跪在地上的白羽飞。明天签字，财产分割按照婚前协议执行。白羽飞听到这话，脸色更加苍白。他想起了结婚前签的那份协议，如果离婚，他只能拿到很少的财产。当时他以为我只是个普通人，没有什么财产，所以没在意。现在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第二天上午，律师事务所，白羽飞坐在会议桌对面，面前放着一份离婚协议书。他的眼睛红肿，显然又哭了一夜。江先生，白女士，这是根据你们的婚前协议制定的财产分割方案。王律师详细解释着协议内容。房产归江先生所有，白女士可以获得现金补偿50万元。50万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对于江氏集团的董事长夫人来说，这简直是微不足道。白羽飞看着协议书，手在颤抖。江城，他抬起头看着我，真的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吗？没有。我的语气很平静。签字吧。可是我们有3年的感情。感情？我冷笑。白羽飞，你觉得背叛了的感情还叫感情吗？王律师看了看我们，识趣地说道，我出去一下，你们再商量商量。王律师走后，白羽飞突然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江城，我知道我错了。他的声音带着哭腔。但是3年来，我们真的没有一点美好的回忆吗？我看着他，想起了刚结婚时的甜蜜时光。那时候的白羽飞确实很可爱，很纯真，但是那个白羽飞已经死了，死在他选择背叛的那一刻。
有，我点点头。但是那些回忆被你亲手毁掉了，我可以弥补。用什么弥补？我反问。用你和别的男人拥抱的身体，用你说爱别人的嘴巴。白雨飞被我的话刺痛，眼泪又流了下来。江城，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绝情？绝情的是你。我站起身来。白雨飞，是你先背叛的婚姻，是你先选择了别人，现在反过来说我绝情。白雨飞张嘴想要反驳，但却说不出话来。签字吧。我重新坐下。拖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白雨飞沉默了很久，最终拿起笔，颤抖着在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看着他签字的那一刻，我心中竟然有一种解脱的感觉。3年的婚姻终于结束了。江城，白雨飞签完字后看着我说道，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如果当初我没有背叛你，没有选择赵少轩，我们现在会怎样？我想了想，认真回答，如果你没有背叛我，我会在结婚3周年的时候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盛大的婚礼重新开始。白雨飞听到这话，眼泪流得更凶了。为什么？他哽咽着说道，为什么我要做那样的选择？因为你的内心本来就是这样的。我平静地说道。白雨飞，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我给了你考验，你给了我答案。那现在你自由了。我站起身来，可以去追求你想要的生活了。办完离婚手续，我和白雨飞走出律师事务所。外面阳光明媚，街上车水马龙。江城，白雨飞叫住了我。还有事吗？他犹豫了一下。我能知道赵少轩现在怎么样了吗？我有些意外，没想到他还会关心赵少轩。你还在乎他？不是在乎。白雨飞摇摇头。我只是什么？只是觉得他也挺可怜的。白雨飞低声说道。虽然他骗了我，但是什么？但是他对我的感情应该是真的。我看着白雨飞，突然觉得他还没有完全绝望。你想见他？白雨飞点点头。好，我拿出手机，我安排一下。1个小时后，城郊的咖啡厅，赵少轩坐在角落里，看起来更加憔悴了。几天没刮胡子，衣服也很皱，整个人都透着一股颓废的气息。白雨飞走进咖啡厅，看到赵少轩的样子，眼中闪过一丝不忍。少轩，他走到他面前。赵少轩抬起头，看到白雨飞，眼中瞬间亮了起来。雨飞，你怎么来了？他激动地站起来。你是来找我的吗？白雨飞看了看四周，然后坐下。我来看看你。雨飞，你愿意原谅我吗？赵少轩急切地问道。我知道我之前骗了你，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少轩，白雨飞打断他的话，我已经离婚了。赵少轩愣了一下，然后狂喜。真的吗？那我们可以在一起了。不能。白雨飞摇摇头。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为什么？赵少轩不解。你不是说过爱我吗？因为……白雨飞犹豫了一下。因为我发现我其实并不爱你。不可能。赵少轩激动起来。雨飞，你是在赌气吗？是因为我骗了你，所以你才……不是。白雨飞摇摇头。少轩，我想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哪里错了？我喜欢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能给我的生活。白雨飞苦笑道。而你喜欢的也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拥有我的感觉。赵少轩被他的话说得哑口无言。所以我们都错了。白雨飞继续说道。我们都把欲望当成了爱情。我在咖啡厅外面的车里，通过监听设备听着他们的对话，没想到白雨飞还能说出这样的话。看来这次的打击让他成长了不少。雨飞，赵少轩的声音带着绝望。那我们什么都不是了。
白羽飞站起身来：“少轩，好好照顾自己。”说完，他转身离开了咖啡厅。赵少轩坐在那里，久久没有动。我看了看时间，也该离开了。1个月后，我重新装修了家里，把所有属于白羽飞的痕迹都清除掉了。新的家具，新的布置，一切都焕然一新，就像我的生活一样。这天下午，小北来到我家汇报工作。江总，华泰广告公司的清算工作已经完成。他递给我一份文件，陈总决定转行做别的生意了。赵少轩呢？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小北说道，听说回老家找了一份普通的工作。白羽飞呢？他搬出了张静家，现在一个人租房住。小北停顿了一下，他好像变了很多。怎么变了？变得很安静，很少出门，也不怎么和人交往了。我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白羽飞也不例外。江总，公司那边有几个重要的合同需要您签字。小北提醒道。好，明天我去公司。第2天，我重新回到江氏集团总部大厦。3年来，我第一次以董事长的身份公开出现在公司里，员工们看到我都非常激动。江总您回来了，我们都很想念您。看着员工们热情的笑脸，我心情很好，这才是属于我的世界。在这里，我不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不需要假装是别人。各位，我站在大厅里，对所有员工说道，从今天开始，我将重新全面负责公司的运营。掌声雷动。另外，我继续说道，公司将启动新的发展计划，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共创辉煌。又是一阵掌声。处理完公司的事务，我来到办公室的落地窗前，俯瞰着整个城市。这座城市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背叛、欺骗、贪婪、虚伪，但也有真诚、努力、奋斗、成长。我想起了3年前刚结婚时的自己，那个天真的以为可以找到真爱的江城。现在想来，那个想法确实很幼稚，但是这3年的经历也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人性是复杂的，爱情是脆弱的，但生活还要继续。我拿出手机，删除了白羽飞的联系方式。从今以后，他就是一个陌生人了。1个月后的某个晚上，我在市中心的高档餐厅吃饭，这是一次商务聚餐，和几个合作伙伴谈论新的项目。吃完饭出来，我意外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白羽飞。他穿着一套普通的职业装，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看起来是刚下班。他瘦了很多，脸色也不太好，但精神状态看起来比之前好一些。我们的目光在街头相遇，他看到我，先是一愣，然后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我也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离开。没有交谈，没有寒暄，就像2个陌生人一样，这样挺好的。半年后，江氏集团的业务蒸蒸日上，我也重新找回了生活的重心。工作、健身、读书、旅行，忙碌而充实的生活，让我逐渐忘记了过去的不愉快。这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慈善晚宴。作为江氏集团的董事长，我需要在这种场合露面，展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晚宴上，我遇到了很多商界的朋友，大家谈论着生意，谈论着投资，气氛很好。江总，有人想见您。小北走到我身边，小声说道。谁？一位女士，说是您的朋友。我皱了皱眉，跟着小北走到晚宴厅的角落，看到来人，我有些意外，是白羽飞，但他看起来和半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剪短了头发，穿着一套优雅的晚礼服，整个人看起来成熟了很多。
江城，他主动开口，能和你谈谈吗？我看了看四周，点了点头。我们走到晚宴厅外面的露台上，夜风习习，城市的灯光在脚下闪烁。你找我有什么事？我直接问道。我想感谢你。白羽飞看着我，眼神很真诚。感谢我？我有些不解。感谢我什么？感谢你让我看清了自己，他说道。如果不是那次经历，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成长。我没有说话，等待着他继续。这半年来，我想了很多。白羽飞继续说道。我意识到，我之前的人生观是多么肤浅，多么可笑。然后呢？然后我决定改变。他的语气很坚定。我辞掉了原来的工作，重新学习。现在在一家公益组织工作。公益组织？是的。白羽飞点点头。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我觉得生活有了意义。我看着他，发现他的眼神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白羽飞眼中总是带着对物质的渴望，现在的白羽飞眼中有一种平静和满足。我很高兴你能找到新的人生方向，我真诚地说道。江城，白羽飞突然开口，我还想和你说一声对不起，就是我们部门新来的那个男同事赵少轩。白羽飞眼中闪过一丝慌张，但很快恢复正常。他请客，说要感谢大家的照顾，我必须说。他摇摇头，我伤害了你，背叛了你，这是事实。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但我的歉意一直在心里。我看着他，心中有一种复杂的情绪。白羽飞，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说道。我们都有了新的开始。是的，他点点头。我现在很好，你呢？我也很好。那就好。白羽飞笑了笑。江城，我希望你能找到真正爱你的人。谢谢。我们又聊了几分钟，然后白羽飞就离开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中百感交集。人真的是会变的。曾经那个贪慕虚荣、背叛婚姻的白羽飞，现在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女性。虽然我们不可能重新开始，但我为她的改变感到高兴。每个人都应该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包括她，也包括我。回到晚宴厅，我继续和客人们交谈。有人问我为什么单身，有人想为我介绍女朋友，我都礼貌地拒绝了。现在的我并不急于开始一段新的感情，我要先好好爱自己，好好经营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当我真正准备好的时候，自然会遇到对的人。晚宴结束后，我开车回家，路过那个我和白羽飞曾经生活过的小区时，我没有任何感伤。那里已经不再是我的家了。我的家在前方，我的未来也在前方。汽车在夜色中穿行，车灯照亮了前方的路，就像我的人生一样。虽然经历了黑暗，但最终还是要走向光明。我相信最好的还在后头。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